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夜色降临，天边的星光在轻微的云层间游走，渐渐消失在无垠的黑暗中。万丹庄位于屏东的一个偏远角落，远离城市的喧嚣，周围是浓密的林木和荒草地。尽管这些年，村庄里的老居民早已将这里遗忘，偶尔路过的行人也未曾驻足，但今天这个沉寂多年的地方却吸引了5个年轻人。他们是大学时代的朋友，带着对神秘的好奇与对未知的胆量，决定前往探险。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你们确定要进去吗？小林站在车门旁，眼神有些犹豫，他的声音在空气中飘荡，微微带着颤抖。他最不喜欢阴森的地方，每当回忆起曾经听过的鬼屋故事，心里就会产生一股说不出的恐惧。放心吧，我们就去看看，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卫微笑着安慰他，但从眼神中可以看出一丝不安。作为队伍中的领队，他并不想表现得太过恐惧，但内心也悄悄地打起了鼓。如果真有鬼，我不进去，丽莎半开玩笑地说道。然而她的话语中却没有半分笑意。她把背包拉得紧了些，眼睛四下打量，尽量不去看那座渐行渐近的废弃庄园。有什么好怕的？听说那只是个传说而已。明杰大笑一声，举起相机，开始拍摄四周的环境，仿佛准备将这些充满未知的瞬间永久定格。车子慢慢驶入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树木密布的两侧仿佛伸出手臂，想要将它们吞噬。空气开始变得沉闷，车里的气氛也不自觉地变得压抑起来。车窗轻微的震动，仿佛预示着某种即将发生的变故。不对劲，为什么这条路这么偏僻？小林低声说道，目光在四周不安地扫视。你是不是怕了？丽莎笑着调侃，但她自己也感觉到心头一阵寒意。车子行驶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面前是一座看似普通的老宅，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草地中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座建筑都显得异常破败，墙面脱落，窗框摇摇欲坠，门口的铁栅栏锈迹斑斑，仿佛早已被时间遗忘。这就是传说中的万丹庄。明杰走下车，伸了伸懒腰，嘴角扬起一抹不以为然的笑容。此刻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感觉到恐惧，反倒是充满了某种期待。也许这会是一个不错的拍摄素材。对，就是这座。大卫站在车前，盯着那座房屋，他的心跳不自觉地加速了几分。尽管努力掩饰，但手心已经渗出了汗水。每一片破败的屋瓦，每一扇斑驳的窗户都让他不禁感到一阵压迫感。你们不觉得这里的气氛特别压抑吗？小林依旧站在车旁，迟迟没有走出，他的眼神躲避着那座鬼屋，仿佛一不小心就会被它吞噬。去吧，大家都来一探究竟。明杰拍了拍大卫的背，语气中带着挑衅，但他的目光中不经意地透出一丝紧张。他们一边走向那座房子，一边相互打趣，尽力让气氛轻松些。然而随着步伐的推进，他们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脚步，仿佛身后有某种无形的东西在追逐着他们。每走一步，心中的不安就加深一分。真的要进去吗？小林的声音低沉而颤抖。他最后一眼望向远处，仿佛从那里可以找到一丝安心，但他的视线早已被夜幕吞没。进了再说。大卫转身，拿出手机照亮前方的道路。我们可以待一会儿，如果真的觉得不对劲，就马上离开。丽莎深吸一口气，迈开了步伐。虽然嘴上说着不怕，心里却开始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呼吸。他们走进了院子，石板小路被杂草覆盖，原本清晰的道路已被时间侵蚀，变得模糊不清。每一步踏在地面上都发出微弱的回响，仿佛有人在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你们听到什么了吗？突然，明杰停下脚步，语气有些不确定。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耳边充斥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声音。那是一种低沉的，仿佛从远处传来的滴答声，就像老钟的滴答声，却又带有某种异样的回响。那是什么声音？丽莎低声问道，眼神开始有些惊疑不定。可能是风。没事的，大卫略带焦虑的回应，同时不自觉地加快了步伐。然而
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院子里显得异常响亮，仿佛每一步都在提醒他们，这座房子与他们并不欢迎。房门这样一声开了，内部黑暗的空间吞噬了他们所有的光亮，也吞噬了他们心中的最后一丝理智。空气似乎凝固了，万丹庄的门在夜风的推动下缓缓打开，门的声音如同一只老旧的钟表，发出嘎吱的呻吟，仿佛在向进入者发出某种警告。屋内的黑暗深不可测，透过门缝漏进来的微弱月光显得格外苍白。我先进去看看。大卫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他不等其他人反应，已经迈步走进了房子。他用手电照亮前方，但光柱在漆黑的空间里仿佛显得那么微弱，无法驱散内心的恐惧。小林、丽莎和明杰跟了上去，虽然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些忐忑，但依然无法抗拒对未知的好奇。屋内弥漫着一种霉味和陈旧的气息，墙壁上爬满了藤蔓和灰尘，几乎看不出当年的光彩。地板因为年久失修，走动时发出微弱的吱嘎声，仿佛整个房子都在向他们诉说着岁月的荒芜。这里好像被遗弃了很久。小林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亮，他忍不住小声抱怨，为什么没人住在这里？这么大一座房子，为什么会被遗弃？这就是传说中的鬼屋，谁敢住呢？明杰挤了挤眼，虽然语气轻松，但眼神中依然透出一丝戒备。房间的一角堆满了破旧的家具，一张破碎的木桌上散落着几本发黄的书籍和一些看起来像是日记的纸片。大卫走进桌子，翻开了其中一本已经褪色的日记，纸页在指尖微微颤动，仿佛承载着某种未曾说出的秘密。这是什么？大卫低声自语，翻开了第一页，上面的文字已经开始模糊，许多地方被水渍和灰尘覆盖，但依稀可以辨认出几个字：家族不幸，永远无法超生。小心！小林从后方喊道，别碰那些东西。大卫没有听从他的警告，继续翻开了几页，他的眼神渐渐变得迷离，仿佛沉浸在这些古老的文字之中。日记中记载了一个富商家族的悲剧故事。富商原本是万丹庄的主人，他的家族曾经富有而幸福，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这一切。富商的妻子和孩子在一次外出时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富商自己也因为深深的悲痛和自责，最终在这座庄园中悄然死去。这怎么可能？大卫的声音突然变得微弱，他说，他看到妻子和孩子的灵魂还留在这里，无法安息。房间里静的只剩下他们的呼吸声，空气似乎变得更加沉重，仿佛那些幽灵的身影就隐藏在每一寸空气中，等待着某个瞬间浮现。这只是个故事，不要信。丽莎勉强笑了笑，但她的眼神却不由自主地四处扫视。她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这种压迫感越发强烈。等一下，看看这个。明杰忽然走向屋角的一张大画框，画中的人物已经被时间腐蚀得面目全非，只有一张模糊的面孔和破碎的身影可以勉强辨认出曾经的模样。画下方的标题已经无法辨认，但仔细看去，似乎能隐约看到一些字迹，永远的等待。这是他家人的画像吧？大卫低声说道，语气带着一种无形的敬畏。是啊，恐怕是富商夫妻和孩子的画像。丽莎有些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可是他们为什么画得这么可怕？就在此时，房间的温度突然下降，仿佛有人在背后轻轻呼吸。大家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心脏剧烈跳动，空气中的湿气和阴冷感逐渐加剧，眼前的景象似乎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屋子里好像有东西在看着我们？小林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别怕，没事的。大卫勉强笑了笑，但自己也有些心神不宁。我们继续往前看吧，明杰提议，他的语气中明显有些不安，但还是走向楼梯，准备继续向上走。其他人也只能默默跟上，尽管每个人的心中都在下意识地加速跳动。他们走上楼梯，楼上的景象比楼下更加破败，窗帘半垂，空洞的窗框让冷风呼啸而过，仿佛屋内的阴影在不停蠕动。就在这时，明杰突然停下了脚步，低头看着地板上的一块地毯。这块地毯看起来不对劲，他蹲下身，
开始用手轻轻掀开地毯的衣角，地毯下露出了一个狭小的暗门，门上布满了厚厚的灰尘，似乎许多年没有被人触碰过。明杰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似乎找到了什么值得深入探索的东西。我们开看看吧，他轻声说。等一下，小林感到一阵恶寒，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安。我们真的要进去吗？然而大卫和丽莎并没有回应他们的警告，大家的好奇心在某种无形的力量驱使下，逐渐压倒了恐惧。明杰伸手推开了暗门，空气中的阴冷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屋内的光线变得更加昏暗，阴影仿佛在吞噬着一切。门后隐约有一条通道，似乎在邀请他们进入更加深邃的位置。我们进去看看。大卫的声音带着一丝决然，仿佛被什么力量控制，无法再退缩。暗门悄无声息地打开，微弱的月光从远处的窗子透进来，照亮了通道的入口。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古老的霉味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腐朽气息，仿佛这条通道已经被遗忘了许久。门的吱嘎声消失在了寂静的夜中，然而那种无形的压迫感却逐渐加重。大卫、明杰，等等。小林声音微弱，眼睛始终不敢离开那条黑暗的通道，他的心跳加速，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这条小小的通道里等待着他们。然而大卫和明杰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好奇地走向了通道的深处。丽莎稍显迟疑，但仍旧跟了上去，每一步都带着不确定的恐惧，仿佛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走入一个不归的深渊。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丽莎突然停下了脚步，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们停下脚步，空气变得异常静谧，似乎连呼吸声都变得轻微，只有一股潮湿的冷气在他们周围游动。突然，房子深处传来一阵低沉的敲击声，像是木板撞击地面的声音。声音并不强烈，但却异常清晰，回荡在这座寂静的房屋中。那是什么声音？明杰回头望向走廊的尽头，他的眼神有些不安。原本他以为这只是一阵风带来的响动，但那种清晰的敲击声却让他感到不寒而栗。我听到有人在楼上走动。小林的声音变得颤抖，他的眼神停留在楼梯口的阴影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缓缓地靠近。突然，通道的尽头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咔嚓声，好像是什么东西在墙上轻轻划过。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向前看去，但眼前依旧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大卫，这里太诡异了，我们还是回去吧。丽莎的声音充满了紧张，脚步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大卫没有回头，他的目光被某种无法言喻的力量吸引着，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他向前走。他低声说道：没关系，可能是老房子里的东西，没什么好怕的。然而他的话语带着一丝不自觉的颤抖，仿佛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每走一步，他都能感觉到自己心跳的加速，仿佛这座房子在悄悄地吞噬着他们的理智。突然，前方的黑暗中闪过一道模糊的白影，像是一团被风吹动的薄雾，在空气中快速闪现。明杰几乎是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眼神中的惊恐无法掩饰。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什么了？丽莎迅速环顾四周，眼中充满了警觉。我没看到任何东西。不，我是看到了。明杰的声音低沉且不安，那是一团白色的光，仿佛人影一样，突然在那边出现，又消失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沉默，大家的心跳声几乎在耳边回响，每个人都陷入了一种微妙的恐惧中，仿佛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不知名的深渊边缘，稍一偏离就会跌入无尽的黑暗。我们不该再往前走了，小林低声说，他几乎是用祈求的语气。我们回去吧，真的，回去吧。但没有人回应他的请求，相反，大卫和明杰继续向前走，而丽莎则站在原地，面色苍白，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愤怒和不安，但又无法言语。渐渐的，通道的尽头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他们走进了一个小小的房间，房间里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香气，似乎是熏香的残留气味。房间的中央有一张破旧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张略显褪色的照片，照片的边缘已经卷曲，仿佛常年未被触碰。大卫伸手拿起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和谐的家庭，一位中年男子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笑得十分灿烂。然而，在照片的角落，却有一处模糊的阴影，似乎是某个身影，在光线的折射下显得极为怪异。这是什么？明杰惊疑地望向照片的角落，看，那里有个模糊的身影。大卫微微一愣，目光凝视着照片的阴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那黑暗的部分悄悄蠕动。就在他准备靠近看得更清楚时，房间里的灯突然闪了几下，随即熄灭。快走，我们回去！小林几乎是尖叫出来的。他冲向门口，但他还没走出几步，身后传来了那种低沉的敲击声，又一次响起。随着这声敲击，房间里的温度骤然下降，寒气从四面八方迅速扑来，压迫的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沉重，仿佛这座房屋开始对他们发出警告，警告他们不要再往前走。我们得离开，丽莎急切地低声说道。她的脸色已经苍白得几乎透明，眼神中充满了恐惧。离开这里。就在他们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一阵响亮的脚步声突然从楼上传来，仿佛某个沉重的物体正在慢慢地接近他们，逼近到他们背后。每个人的心跳都加速了，紧张的气氛笼罩着他们，仿佛有某种不明的力量正悄悄地将他们引向未知的深渊。他们的呼吸急促，脚步匆忙，几乎没有人敢回头去看楼上的声音来源。大卫带着小林、丽莎和明杰一起冲出那间充满诡异气息的房间，快速往通道的出口跑去。空气依旧沉闷，周围的黑暗似乎在死死追赶着他们，每一步都让他们的心跳加速。通道狭窄的墙壁几乎把他们的呼吸声压得无法透气，阴影在地面上游动，仿佛无形的手在悄悄拉扯着他们。快，别停！大卫的声音低沉而焦急，他带头快速走向暗门的出口，而后面的小林则几乎是被拖着走。突然，明杰停了下来，他的眼神空洞，身体僵硬，仿佛听见了什么让他不敢动弹的声音。明杰，你怎么了？丽莎转过身来，看见明杰呆立在原地，眼神涣散，完全没有意识到四周发生的一切。明杰，大卫走上前，用力摇了摇他的肩膀，终于把他从那片迷茫的空白中拉回现实。明杰猛地抬头，脸色苍白，眼中闪过一丝恐惧。我听到他们在哭。谁？小林的声音已经颤抖了起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谁在哭？他们是家族的声音，夫妻和孩子的声音，他们在求救。明杰的声音微弱，仿佛是被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所压迫。他们在叫我，让我回来。一阵冷风猛地从通道的尽头刮来，几乎把他们刮倒，周围的墙壁似乎开始扭曲，原本坚固的木材发出 creaking 的声音，仿佛要将他们吞噬。每个房间和每个阴影似乎都开始活了过来，围绕着他们，逼近他们。我们走，快！丽莎尖声喊道。她拉着明杰的手臂，强迫他向外走去。然而，明杰却似乎无法动弹，他的眼睛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锁住，盯着房间角落里的某个地方。那边微弱的光线下，有个模糊的身影，仿佛正在向他走来。那身影没有面孔，但却能让人感到无比的压迫，仿佛无声的哀求，纠缠着每个人的神经。走！大卫终于抓住明杰的胳膊，把他硬生生拉了起来。明杰的脚步如同被束缚，他的目光还在空无一物的角落徘徊，似乎在追寻着某个无法触及的影像。当他们终于冲出门外，进入了空气稍微清新的院子时，每个人的呼吸才稍微平静下来。然而，即便是站在外面，心跳依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节奏，周围的环境依旧让人感到压迫与不安。小林猛地一把抓住大卫的手臂，你听见了吗？屋里还有声音，像是从楼上传来的脚步声。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了。丽莎的声音几乎是命令似的，她的脸色苍白，眼神中充满了焦虑。我们得立刻离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就在他们准备转身离开时，突然明杰猛地停下，双眼空洞，嘴唇微微颤抖，低声说道，我看到他了。看到谁？大卫回过头，皱起了眉头，他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蔓延开来。她就是那个女人。明杰声音低沉，
眼中带着惊恐。我看见他站在楼上，他穿着白色的衣服，头发散乱，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在告诉我，你永远也逃不掉。空气中一阵沉默，所有人都愣住了，似乎连呼吸都被这一刻的紧张气氛冻结。大卫想说些什么，却忽然间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视线变得模糊，我有些头晕。大卫喃喃自语，额头已经渗出了冷汗。突然，小林尖叫一声，你看，天花板上。众人抬头，只见原本洁白的天花板上竟然开始浮现出无数模糊的身影，他们在漆黑的空间里慢慢的扭曲，渐渐凝聚成一个模糊的轮廓。那是一个女人的脸，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痛苦与哀求。不要看！丽莎猛地闭上了眼睛，她的声音几乎带着崩溃的气息。不要看她，她不是真的，她不是真的。然而，那个女人的脸却依旧在天花板上浮现，渐渐变得清晰。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目光中满是无尽的哀怨与诅咒。就在所有人几乎要被这股可怕的气息吞噬时，明杰猛地张开双眼，仿佛终于明白了什么。他抓住大卫的肩膀，眼中透出一丝愣住的惊恐。他不是鬼，他只是想让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有出路。一阵响亮的闷响声突然从屋内传来，仿佛整个房子都在剧烈颤抖，随即一切都陷入了死寂。然而，就在他们几乎绝望的时候，所有的景象开始模糊，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变得不真实。当他们在睁开眼时，周围的一切竟然恢复了平静，甚至连那个女人的脸也不见了。一切仿佛只是他们共同的幻觉。空气中的沉默令人几乎窒息，院子里的夜风轻轻吹过，仿佛带走了房间里悬挂的恐怖气息。然而每个人的心头却依然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压迫感。明杰、丽莎、小林和大卫几乎同时低下头，拼命地想要摆脱那种无法理解的恐惧感。站在那片死寂的院子里，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无力。我们必须得离开。小林终于打破沉默，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自觉的颤抖。他的双手紧紧抓住大卫的袖子，不管这到底是什么，不能再待下去了。对，走吧。丽莎跟着点头，但她的眼中依然闪烁着焦虑和迷茫。她看着那个古老的庄园，感觉那个地方已经不仅仅是房屋那么简单，仿佛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怪物，能随时把他们吞噬。大卫没有马上回应，而是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他的内心并不完全相信这些灵异的说法，可是那些画面，那些奇怪的声音，直到现在仍然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理性告诉他，一切不过是自己过于紧张的错觉，但内心的某个声音却不断警告着他，这里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我们还得再看看。他突然开口，语气虽然坚定，却不自觉地带着一丝动摇。也许我们错过了什么，或许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弄清楚。你疯了吗，大卫？小林惊愕地看着他，刚才我们差点就出事了，你现在居然还想进去？大卫低头看了看地面，深深吸了口气。我不敢轻易相信这些东西，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否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幻觉，还是或者明杰低声打断了大卫的话，他的眼神幽深。这座房子有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力量，他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引导到这里，让我们自愿陷入这个迷局。那一刻，四周的寂静变得更加沉重，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心中充满了困惑和恐惧。在这片空旷的院子里，仿佛时间凝滞，他们似乎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无法逃脱。走吧，我同意他。丽莎忽然轻声说道，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至少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无奈之下，大家决定再次进入庄园。他们决定沿着楼梯向楼上走去，去找寻这个房子隐藏的秘密。走进屋内的那一瞬间，空气再次变得沉重，仿佛每一步都在加剧他们内心的恐慌。他们走过那条阴冷的走廊，踏着沉默的脚步进入之前他们曾避开的楼上。楼上的景象依旧破败，灰尘堆积，几乎覆盖了每一寸空间。墙壁上剥落的涂料在黑暗中显得特别诡异，仿佛这些斑驳的墙面见证了许多无法言说的故事。大卫、明杰，你们真的确定吗？小林的声音微弱，
依旧有些不安。我感觉到这里有某种力量在迫使我们向前。大卫没有回答，只是加快了脚步，走向那扇以前他们未曾注意到的房间门。那扇门看起来和其他的门并无不同，但它的存在却仿佛是一个秘密，隐藏在了这座房子里几十年。当他们推开门的那一刻，一股腐朽的气味扑面而来，令他们几乎难以忍受。房间内一片昏暗，空气仿佛被某种无法名状的东西压得沉重。桌子上堆放着一些陈旧的文件和书籍，而房间的角落处则是一幅看似无关的古画。你们看，明杰走进桌子，低头看着那些文件，这些文件看起来像是当年的财务记录。大卫，丽莎的声音忽然变得沉重。我想我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有那种不安的感觉了。他缓缓走向房间的一角，那里有一面满是灰尘的镜子，镜子本应安静无奇，但镜面上的反射却异常模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面逐渐显现出来。当他靠近时，镜中的倒影开始扭曲，变得越来越清晰。他愣住了，眼睛睁大，嘴唇微微颤抖。我看到自己站在镜子里，但他的眼睛不对劲。瞬间，房间里的气氛再次变化，房间的温度骤然降低，四周的一切仿佛开始旋转。大卫和明杰也意识到，不仅是丽莎，整个房间的环境已经开始扭曲，镜子里反射出的影像不再是他们所熟悉的景象。这不可能，大卫低声道。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沉重，无法动弹。这是一场幻觉，不是真的。但是当他回头看向其他人时，才发现所有人的眼中都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芒。那不再是恐惧，而是某种无法解释的空洞，仿佛他们早已被这座庄园的阴影吞噬。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小林的喃自语，他的声音充满了恐惧和茫然。我们为什么会被引导到这里？我们做了什么错事？为什么会陷入这个无法摆脱的局面？此刻，答案似乎正隐藏在房间的每个角落，暗藏着一个可怕的真相。房间的空气似乎开始变得更加沉重，每一口呼吸都充满了寒气。大卫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来，他的手指紧紧抓住桌角，生怕自己在这黑暗和恐惧的压迫下崩溃。丽莎的脸色惨白，眼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惊恐，而明杰和小林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迷茫和茫然。这不是真的，大卫突然低声说，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可名状的恐惧。他抬起头，眼神紧紧锁定着镜子中的倒影，镜中的自己看起来愈发陌生，那双眼睛充满了不知名的空洞，似乎能看穿他们的一切，窥探他们最深的恐惧。我们只是看到了幻觉，一切都只是我们的想象。他声音颤抖着，话语似乎在努力给自己找一个安慰的理由，可是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你不明白。明杰忽然打断了他，他的眼神充满了愈发深沉的恐惧。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不是幻觉，我们并没有在做梦，我们早已陷入了这座房子的诅咒。他的话像一记重锤，打破了房间内的沉默。大卫和丽莎的脸色骤然变得苍白，小林的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衣服，心跳似乎都已经停滞。诅咒？大卫的眼睛瞪大，满是困惑和不解。你在说什么？这个房子根本不可能这么邪门。你说不可能，难道你没注意到吗？明杰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房子根本就不欢迎我们，每一步每一个细节，它都在影响我们，在引导我们，甚至让我们走向无法回头的深渊。他的话音未落，屋内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敲击声，像是重物撞击墙壁的声音。所有人都转过头，看到原本已经关闭的门，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活动，门框处微微晃动，发出嘎吱声，仿佛随时会被某种力量撕裂。大卫，明杰，丽莎突然叫了起来，指向门口，快看，那是什么？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门口，透过渐渐变得模糊的视线，他们看到一道幽暗的影像缓缓走进了房间。那是一个女人的轮廓，身穿破旧的白衣，头发凌乱不堪，整个人虚弱而苍白，面无表情，像是死后的鬼魂，正在缓慢地向他们逼近。他又回来了。小林的声音几乎被恐惧吞噬，他开始颤抖，
她就是那个人，我们在照片里看见的女人，我们得离开这里。大卫失控地喊道，转身就想跑向出口，但无论他如何努力，脚步总是无法向前进，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拉扯着他，限制着他的行动。他不会让我们离开的。明杰低声道，眼中闪烁着绝望。我们已经被他锁在这里，根本无法逃脱。那个女人的影像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她的眼睛空洞无神，仿佛在无声地呼喊着什么。突然，女人的嘴巴动了动，传来了一个模糊的声音，你们永远也不能离开。就在这一刻，整个房间的气温骤然下降，冰冷的空气仿佛将他们的呼吸冻结。大卫感觉到一阵强烈的恶心感，他的视线开始模糊，脑袋嗡嗡作响，像是有千万个声音在耳边回荡。这是什么？他喃喃自语，身体开始变得沉重，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压得无法动弹。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再次转向那个女人，只见她缓缓张开了嘴巴，露出了一排锋利的牙齿，笑容扭曲而诡异。突然间，房间内的镜子开始剧烈地颤动，镜面上的影像愈发扭曲，渐渐形成了一个模糊的画面。那是负伤的妻子和孩子的影像，他们的脸上满是痛苦与挣扎，似乎正在无声地向大卫他们求救。他的灵魂没有安息，他的家族。丽莎惊恐地喊道，他一直在寻找替代者，寻找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访客，他要我们永远陪伴他。大卫忽然明白了，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探索这个古老的庄园，然而事实上，他们早已成为了庄园的一部分，被他的诅咒深深束缚。那些看似无形的力量，实际上早已将他们困住，困在了那个永远无法逃脱的轮回里。我们一直错了，大卫低声道，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来探险的，但我们早已是被挑选的人。他的家族，那个女人的痛苦，他们已经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带着诅咒将我们拖入无尽的黑暗。随着话音落下，整个房间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镜子中的影像变得清晰，负伤的家族重新出现在画面中，但他们不再是生者，而是那些早已离世的灵魂，漂浮在镜面里，静静地注视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这就是他的复仇。明杰低声说，他从未想放过我们。空气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痛苦和压迫，四周的阴影开始交织成一个无法逃脱的网，而他们也终于明白，从一开始，他们就已经无法逃离这座被诅咒的房子。故事最终的真相，不是一个单纯的灵异故事，而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回脑交织的结果。万丹庄的鬼魂永远在他们身边，而他们永远成为了这座诅咒之地的一部分。沉默笼罩了整个房间，四周的黑暗开始紧密地包围他们，仿佛每一寸空气都在压迫着他们的呼吸，每个人的心跳都在急速跳动。他们感觉自己被牢牢困在了这座古老庄园的幽暗之中，无法挣脱。镜子中的影像依旧清晰，富商家族的幽灵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仿佛在审视他们每一分恐惧和回脑。大卫，小林声音低沉而哀伤，我们是不是早就注定要成为这个地方的一部分？大卫的目光空洞，他低下头，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头发，仿佛在拼命挣扎，想要从这些看不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希望，但心中的回脑却像潮水般涌来。他本可以放弃这次冒险，选择远离，但他没有。他和他的朋友们一直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一切，但实际上他们早就被这个地方的力量所吞噬。我们真的无路可逃了吗？丽莎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她的声音几乎是哽咽的。我们能做些什么？为什么不能离开？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摆脱他的控制？大卫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光芒。他想要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连话语都变得无力。此时此刻，他们每个人都处于一种无法言说的深渊之中，既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四周的阴影仿佛正悄悄地拉近，吞噬他们的理智。突然，明杰走上前，深深吸了口气，声音低沉却带着一种异常坚定。也许我们的恐惧才是最大的束缚。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被困住了，但其实正是我们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才让这座房子有了力量。他的话语如同一剂猛药，击中了每个人内心的某个部分。大卫抬起头，
眼中仿佛闪现了一丝清明。他不禁开始思考，难道他们一直以来的恐惧就是这座房子最强大的武器吗？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自我设限？大卫喃喃自语，似乎找到了某种解脱的出口。如果我们停止害怕，停止逃避，是不是就能打破这个诅咒？你是说，我们要面对它，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丽莎轻声问道，眼神中闪过一丝怀疑。是的，面对我们的内心。明杰目光坚定。我们一直把这座房子当作敌人，但其实敌人一直是我们自己。只有正视内心的恐惧，我们才有可能打破这一切。此时，房间内的氛围突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些幽灵般的影像在镜中渐渐褪去，仿佛他们的存在开始受到某种力量的制约，而周围的阴影也不再那样压迫。房间中的一切似乎在变得模糊，逐渐恢复了原本的清晰。大卫深吸一口气，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过内心的恐惧。这个房子，所有的诅咒，所有的灵异现象，都是他自己内心深处无法面对的痛苦与回恼的具象化。一直以来，他所经历的每一场恐怖，都是自己心中未曾放下的负担所引发的幻觉。我明白了，大卫低声说，我们要做的，不是逃避，而是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曾经的回恼，面对我们内心的恐惧。在那一瞬间，四周的阴影仿佛褪去，镜中的幽灵也渐渐消失。大卫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轻松与释然，似乎心中的负担在一瞬间被卸下了。我们终于走出了这座房子，小林轻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疲惫，但也有一丝从未有过的平静。他的声音如同一股清泉，渐渐在房间中回荡，仿佛所有的恐惧与迷茫都在这一刻化为乌有。房间恢复了宁静，所有的幻象也逐渐消散，镜中的影像已经不再是幽灵，而是清晰的反射。他们每个人的脸庞都显得如此真实。这是解脱吗？丽莎抬起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脸上露出一抹微弱的笑容。是的，解脱。明杰缓缓地点了点头。我们从未离开过这座房子，真正困住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心魔。今天我们终于走出了这座心灵的牢笼。随着他们的呼吸逐渐平稳，周围的环境似乎也恢复了正常。大卫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清澈涌上心头，仿佛所有的阴霾和恐惧都在这一刻消散了。站在这片废弃的庄园前，他知道他们不仅仅是离开了一个物理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打破了自己内心的束缚。我们走吧。大卫终于开口，声音平静而坚定。他们转身走出那座庄园，回到了属于他们的世界。而这座房子依然静静地伫立在原地，仿佛在等待下一个进入它的人。离开了那座笼罩着阴霾的庄园，空气变得格外清新。夜空中星星开始重新显现，它们透过云层洒下微弱的光辉，仿佛为他们指引着回家的路。尽管周围一切似乎恢复了平静，但每个人的内心却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卫走在最前面，他的步伐不再那么急促，而是带着一种新的从容。他知道，这次经历深深刻印在他们的记忆里，将永远改变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那座庄园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诅咒，还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无法面对的恐惧与遗憾。小林，你没事吧？丽莎轻声问道，目光温柔，仿佛想要确定他是否完全从那段经历中恢复过来。小林微微点头，眼中依然带着一丝疲惫，但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现在好多了，也许我终于明白了，真正的恐惧不是外界的东西，而是自己心中的那些未解的痛苦和恐惧。大卫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他，他的眼中带着深深的理解。是的，我们一直以为是外界的力量让我们陷入困境，可是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面对内心的痛苦。那座房子成了我们未曾解开心结的象征。明杰走到他们身边，拍了拍大卫的肩膀，笑了笑。如果我们能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无论外面世界如何可怕，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刚才所经历的一切虽然充满了恐惧与不安，但它也提供了一个让他们审视自己、
认识自己深层恐惧的机会。他们逐渐意识到，唯一能够打破束缚他们的，不是物理上的逃脱，而是敢于面对和接受自己的恐惧、痛苦与遗憾。小林，你知道吗？大卫突然笑了笑，轻声说道，在庄园里的每一步，我都在思考自己过去的种种决定。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在逃避一切，却忽略了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幽灵，他们在我们的记忆中游走，直到我们愿意面对他们。对，小林看着他，眼神中有着久违的坚定。或许，直到那一刻，我们才能真正解开内心的枷锁。他们继续走着，脚步轻快，仿佛从那座庄园中带走了某种沉重的负担。虽然身后依旧可以看到那座阴森的房屋，但他们知道，这一切已经不再能左右他们的未来。夜色逐渐深沉，但他们每个人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这种宁静不同于恐惧后的暂时缓解，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内心平和。他们经历过那座房子的诅咒与恐惧，也直面了心底最深处的痛苦与回恼，而现在，他们终于学会了如何放下这些负担。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改变，丽莎轻声说道，目光望向远方的天际。或许是时候从新的角度看待我们的人生，重新审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生活不可能永远平坦，但至少我们可以不再逃避。大卫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我们可以选择面对每一个挑战，而不是把它们推到心里，藏在看不见的角落。突然，他们停下了脚步，远处一道朦胧的光亮透过森林，指引着他们前行。这光不是外界的指引，而是来自他们心底的力量，是那种经过了考验后获得的清晰与坚强。我们不再是那些迷失在恐惧中的人了。小林的声音轻柔，却带着一种无比坚定的力量。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重新找回了自由。他们继续前行，踏入了光明的道路。那座古老庄园已不再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噩梦，它存在于过去，成了他们成长的记忆。而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从中走了出来，带着智慧与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挑战。随着他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夜中，万丹庄的鬼屋也开始渐渐远去。它的阴影或许会继续存在，但它已不再是那样压迫与恐惧的存在。它成了他们内心的一个提醒，提醒他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应再回避，勇敢面对，才能找到真正的解脱。